右键打开 Library， 搜寻 Scope， 可以看到有一个 VCV 内建的 Scope， 这个东西叫做示波器。在 Scope 画面中呢，我们可以 input 任何我们想要观察的讯号，来看到现在这个讯号它长什么样子。在左下角的 Time 可以 zoom in 或 zoom out， 放大或缩小这个波形的画面。Offset 可以移动这个波形显示的位置，但是不影响波形本身。在有 Scope 的画面下呢，调整波形看看。模组合成器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自动改变参数这件事情。那自动改变参数这些东西所使用的途径呢，通常叫做 CV， 也就是 Control Voltage。所以在任何的功能上，如果找到 CV input 的旋钮，或者是CV input 的接孔，我们都可以把讯号接进去来改变它们的功能。搜寻 LFO， 打开 VCV 内建的 LFO， 将 Triangle Output 接进我们的 VCA-Mix 的 CV1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CV1 的音量的灯开始闪烁。这个时候呢 ，output 的音量就会变大变小。改变 LFO 的 frequency 会改变它的变大变小的速度。我们可以由 output 这边接一条线出来给 scope， 看看它现在变大变小的过程。我们也可以由 scope 这边LFO 这边接一条线出来。看到这个 LFO 现在输出的内容。试试看改变 LFO 本身的波形。把画面拉远，可以更看清楚 LFO 与音量之间的关联。解除这条 LFO 控制音量的线，我们试试看控制 Wavetable Position， 它下面有一个 POS Input。VCV Rack 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，当我们把滑鼠指进这个接孔的时候呢，通常上面都会显示这个接口的完整的名称 Wavetable Position Input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用 LFO 的 Sawtooth Output 锯齿波的这个波形这个讯号去控制Position。在画面上看不出有任何的改变，因为这个控制的量还没有被打开。不像右边的这个音量 CV1， 它本身接进去就会作动。很多 CV input 它会配有一个接进去以后这个控制量的旋钮，把这个控制量打开，它才会接进来的讯号才会开始对目标功能有动作。听听看它的结果吧。当控制量缩小的时候呢，就代表进来的讯号控制这个旋钮改变的量不会变得这么多。最容易听出来的控制目标就是音高了。我们把这个 Saw 接近 FN， 可以看到它叫做 Frequency Modulation。把量打开，可以听到它的音高有明显的改变。开启更多的 LFO， 使用不同的 LFO 速度，以不同的 LFO 波形，我们就可以让这一个单一个 VCO 有更多的动态了。